嗨，大家好，这里是大丽丽。今天要和大家聊聊胰岛素，并介绍6种对抗肥胖、高血糖的超级食物。那对于正在减重或者保持身材的我们，那这集视频呢，绝对值得看完。那这几年呢，所有的营养师都在给大家科普，减肥期间要注意那可怕而人体又必须的激素胰岛素。那胰岛素到底是什么？胰岛素呢，是一种由我们胰腺分泌的荷尔蒙，它的作用呢是帮助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细胞，给身体供能。我们可以把胰岛素想象成一个给细胞传递讯息的分子，每个细胞上呢都有一个接收器，只有当胰岛素与接收器对接了之后，细胞才能真正的接收到这个讯息。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呢，有点类似于锁跟钥匙的关系。胰岛素这把钥匙的作用呢，就是去打开细胞上的锁，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糖，进入细胞作为身体运转的能量，也同时呢降低我们的血糖浓度。为什么说胰岛素会让脂肪容易堆积？胰岛素呢是储存的激素，那当我们摄入的食物超过身体需要使用的量时呢，多余的糖原就会在胰岛素的作用下储存起来，方便身体之后使用。储存的方式有2种，首先呢，会以肝糖原的形式储存在我们的肝脏中，但肝脏储存量有限，所以呢，剩下的多余糖原就会以脂肪的形式囤积在我们的身体各处，脂肪储存量是无限大的。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如果吃了含有丰富碳水化合物的一餐，会引起我们的血糖迅速上涨。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胰岛素就会出来帮我们压低血糖。血糖的忽高忽低是导致我们胃口大开、吃个不停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摄取以下食物，帮助我们稳定血糖，告别肥胖。那第1种呢，就是秋葵。秋葵过去被认为有降血糖的机制，主要是因为其富含膳食纤维，能够包覆油脂并加速肠胃蠕动，阻断油脂吸收。那近几年的研究呢，也发现秋葵当中的这个异胡皮素能够阻断负责分解淀粉给人吸收的双糖酶蛋白作用，那是秋葵降糖的一种机制。如果每天吃16根秋葵，那大约就可以摄取约200微克的异胡皮素，会有理想的控糖效果。那如果我们能够每顿饭都吃些秋葵，就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控制血糖，减少胰岛素的分泌。那第2种呢，就是各种含有丰富膳食纤维的蔬菜。那膳食纤维呢，会增加我们的饱腹感，避免吃进太多的食物，因而呢，具有降低餐后血糖波动以及肥胖的几率。那除此之外呢，高纤维饮食有助于维持血糖的稳定。一个研究发现呢，给予受测者各25克的可溶性纤维和不可溶性纤维，饭后血糖的降幅竟然可以达到10%，这就有效减少了自身胰岛素的分泌，降低了脂肪储存的几率。富含膳食纤维的蔬菜推荐大家可以常吃，比如西兰花和羽衣甘蓝。那第3种呢，就是我常说的燕麦。因为燕麦呢，它含有这个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常见于微生物和植物之中，简单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水溶性膳食纤维，它具有很多对人体极为有利的功效，比如显著的平衡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度、降低血脂及保护心脑血管、维持肠道微生态环境、改善代谢健康等。那买燕麦的时候呢，大家记得千万买那种没有加工过的燕麦。那第4个呢，就是肉桂。多酚呢是肉桂的主要成分。肉桂是一种在印度食用了上千年的香料，那也被当作药物来治疗恶心、胀气以及厌食。肉桂可以稳定血糖，防止脂肪堆积。那一些研究数据表明，肉桂可以降低饮食的升糖指数约为29%，同时呢，也可以缓解我们饭后的空腹速率，缓解吃东西以后呢血糖的高升。肉桂可以加快我们的血液循环，提高代谢。肉桂的特殊香味来源于肉桂醇，那这种物质呢，可以让身体出现一种生热的过程，也就是加快体内的血液循环，提高我们的代谢水平，
促进脂肪燃烧，释放能量。肉桂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对糖的依赖。那因为呢，肉桂能让人产生一种正在吃甜食的感觉，带给我们对食物的满足感，却不会刺激身体的甜味反应，对它产生依赖。特别是不加糖不加奶的黑咖啡，很多人都喝不惯，那放上一点点肉桂粉就可以增加它的风味，让它变得更加可口。那肉桂对我们女性呢也是有好处的。那中医认为肉桂有活血通经的作用，可以缓解痛经，也能改善因体质虚寒而产生的腰痛。那研究发现呢，糖友每天摄取500毫克的肉桂萃取物，经过2个月后，空腹血糖平均降低了12毫克每分升。那么饭后呢，血糖值也平均降低了32毫克每分升。那这种结果呢，已经达到了药物级的水准了。第5种呢，就是大蒜。大蒜含有葱属，葱属呢是大蒜与洋葱的主要活性成分，富含硫，可以恢复体内重要的抗氧化剂夫光甘肽，因此可以降低氧化压力，减少自由基所带来的伤害。葱属可以促使减重，以及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也有研究发现，大蒜具有某种程度的降血压以及改善胆固醇的作用。那除此之外呢，大蒜还可以减少发生动脉硬化以及心血管疾病的几率，所以呢，做饭的时候多加一些大蒜吧。第6种就是菊苣，菊苣呢含有大量的菊糖，或称为菊粉，而这种菊糖是低聚果糖和多聚果糖的混合体。说一下菊糖的几个重要好处。第一呢，它可以增加肠道的益生菌。菊糖虽然无法被人体所消化利用，却能够被肠道益菌分解利用，增加好菌数目，并抑制坏菌生长，增加我们的肠道免疫力，让我们的肠道更加健康。第二呢，它可以控制血糖，提高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那菊糖呢，具有减缓消化的作用，它能够让血糖缓步上升，不会引起血糖的剧烈变化。第三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便秘。那菊糖本身不会被消化，与纤维素的功用类似，那都能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有防止便秘的效果。第4呢，是帮助健康减重。那菊糖呢，能够减缓我们的胃排空的速度，因此呢，降低食欲，减少食量，从而达到减肥的效果。同时呢，菊糖可以促进钙质吸收。菊糖本身是一种天然的果寡糖。那国外研究指出，天然果寡糖能够明显提高人体对钙和镁的吸收能力，那么具有预防骨质疏松的效果。OK， 那今天介绍的这6种食物可以有效的帮助提高我们的胰岛素敏感性，帮助我们稳定血糖，防止血糖每日像坐过山车一样高高低低，导致我们食欲旺盛，总是很想吃。那日常呢，我们多多食用这些食物，帮助我们养成易瘦体质。那么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大家喜欢，欢迎你们的订阅、点赞和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